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朱璇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来聊一聊亲密关系当中的亲子关系，也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事情。我来问一下大家，你们平时有没有过跟父母这样的对话？比如说，父母说：“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呀，你以后就会感谢我的。你现在不懂，以后肯定能懂。”而你心里其实在想，这是你觉得好。其实不是我想要，就好像你觉得梨是适合我的，但可能我内心想要苹果，所以你这么说，真的我其实会比较反感，是不是很熟悉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亲子关系里面的矛盾，就是父母和孩子的矛盾。我会结合两个最典型的矛盾，然后分析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、这种冲突，以及父母和孩子两方各自可以怎么做，然后呢，能够让关系不至于越走越远。第一个矛盾就是父母总是说这是为你好，这句话几乎我相信每个孩子都听过。就是问题呢，是孩子他其实不觉得这样好，甚至觉得这就是你对我的一些控制，然后父母呢就完全不能理解，就我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你为什么总是不懂事，不能够明白我对你的好意，真是让我非常的伤心。然后我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父母会说这句话。就父母的逻辑，他是这是我吃过的亏，或者我曾经吃亏攒来的经验，我不想让你再吃亏，我不想让你踏入我曾经踏入的那个坑，所以我这么说其实是为了希望帮你规避风险，就是我真的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不要再次吃亏，所以我说这句话，希望你这样做这样做。然后孩子的逻辑是什么？就是这是你体验过的，那其实我也想体验一下现在的情况，现在可能跟以前会有不同，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要怎么做，我其实就是想要一个能够随便体验的自由，我想要的是自由和选择权，而不是以为了我好前提出发的所有东西我都得听你的。很多情况下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和父母其实是活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面。那我觉得父母可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就是为你好，就是父母为孩子好，这个出发点没有错，就是在父母的认知里，我确实是为了你好。但是你如果要求孩子必须接受你的好，这其实就是一种干预，因为接不接受你对孩子的好是孩子的事情，是由他来决定的。如果你强行要求他接受，理由就是这是为了你好的话，那我觉得这就可能产生矛盾。所以父母要学会区分哪些是你想为孩子做的事，哪些是孩子自己需要决定的事情。比如说有一个孩子，他就特别喜欢冒险啊，他就想试来试去，哪怕踩坑，哪怕碰得头破血流，他也有兴趣，他能够为自己负责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父母硬要把他塞到一个非常稳定的体制内，我们所说的好多父母终其一生就是想把孩子塞进体制内，在他看来，这个非常的稳定，非常的安全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防止你以后碰了头破血流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其实父母对这样的孩子能做的不是硬塞，而是在孩子去冒险的时候帮他兜底。这个时候是孩子需要的东西，需要你做的。当然，有些孩子他就也喜欢安稳，那这个时候你想方设法，比如说帮他搞到体制内，那这个你们两个目的其实是 align 的，就不会产生矛盾啊。所以一定要根据需求来做事，而且为你好是从父母的角度，你一定要让孩子接受你的好，这是孩子的事情。父母尽量少干预，即使你觉得他踩下去的会是一个坑。而作为孩子可以这么说，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就是马上反驳，就是你不懂我，你完全不懂我，我跟你解释不清，这样子的沟通其实不是最有效。因为父母确实是出于真心，你就可以解释，比如说我其实是理解你的担心，我也认为从你的角度是为了我好，但是在这方面我想试试我自己的办法，可不可以给我这个自由？给父母一种他们需要的安全感，就或者说他们需要的理解吧，这样他们可能也更容易放手吧。但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，但是至少从孩子的角度，你可以这么开启对话。然后呢，我觉得父母他确实踩过很多坑，有好多经验积累起来的。那些东西可能在当下，在那个孩子看来，可能他不需要，也不能理解。
那你也不用急着否认，对吧？你可能现在用不到，以后万一用得到呢，那你不妨说一声谢谢啊，然后存下来，就用不用是你的事情，但是你可以表示一定的感激，对吧？然后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。第二个常见的矛盾，就是因为三观的差异和认知的不同而引起的一些观点上面的纠纷。因为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或者说事实，大家可能忽略了，就是长大以后我们是会接触到父母没有见过的世界。就你现在接触的很多东西，父母以前都是没有接触过的，是新的。而且如果你有孩子的话，你将来也会跟他产生这样的不同啊，就他经历的、他听到的那些事情，周围的朋友也好，观念都会跟你现在周围的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改变是几乎是一定会存在的啊，这个是个事实。比如说，我们的父母可能觉得稳定就是最大的幸福，就能够有一个铁饭碗的工作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拿什么都不换。但是我们这一辈可能就觉得，我来这世上一遭，我不需要稳定，我就想去闯一闯，我就想去试试各种可能，去探索这个世界，我不想要稳定。就说到底，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这是两个世界观、价值观的一个碰撞。那父母可以怎么做？我觉得可以放下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活得久，我经历得多，所以我懂得比你多，我的认知一定比你高级。这种优越感或者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太好。孩子的认知是有可能比你高的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父母常说你这个不上大学就没有未来，或者你没有一个好的学历，你肯定就找不到一个好工作。但是今天你一个高学历的背景，并不说明你一定拥有高的能力或者社会需要的能力。社会它需要的早就不只是一纸文凭了，所以你就哼哧哼哧的，尤其是有些不善于考试的，他非要去弄一个好的文凭，这真的是消磨时间、浪费精力，努力错了方向。所以从父母的角度来讲，与其一味的给孩子灌输或者洗脑你认为对的那个事情，还不如多培养让孩子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就是把问题抛给他，自己去想办法怎么解决，然后不断的试错，然后从试错的经验中，最终比如说找到一个他满意的答案。这种授之以渔的这种方式，比你强行的填鸭式的塞给他，我觉得会有效很多，而且对他自己独立人格或者认知体系的形成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孩子可以怎么做？我觉得第一个也是要有耐心，因为毕竟父母他几十年形成的观念，哪有那么容易说一句话就让你改变的东西啊？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根深蒂固，然后孩子也要接受父母的认知跟自己是有差距的，是不一样的。可能你理解不了父母的认知，也有可能父母是理解不了你的认知，这都是存在的。那如果他们真的听不进去你的想法，没有办法从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，那就尽量求同存异呗。比如说一起聊聊可以聊的话题啊，出去旅游啊，然后听到的周围的趣事啊，一起吐槽一些当今的时事啊，而不是说天天非要硬碰硬的去聊那些你们观点非常冲突的地方，就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嘛，还不是说那些东西不聊你就生活不下去了。当然这个也是要求父母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，有些父母他就揪着你那个点，比如说你一定得生孩子，你要是不生孩子，你这一辈子就完了，就是话就是越说越难听，那孩子只会关起他的大门，就拒绝跟你沟通，那么这个矛盾就会越积越深，越积越深，最后就没有办法聊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那些矛盾，可以说本质上都是一个爱的错位吧。就前提是建立在互相都是爱对方的基础上啊，其实都是想让对方好的。但是这个座位主要体现在哪？就是父母经常希望保护孩子，免得再去踩自己踩过的坑，然后孩子呢就希望独立，希望有这个自主权，能够自己做选择，不希望老是听你叫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。然后父母也真的是非常想传达自己的经验啊，就想把他自己经历过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。孩子呢，其实他就想拓展新的未来，他可能不一定对你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感兴趣，他更想去探索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，或者未来的某一些可能性。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啊，就是一个互相的理解和调整的一个过程。
如果我觉得父母能够放下控制，多放下一些控制，孩子呢能够对父母多一些耐心，那么我觉得亲子关系就能够从冲突慢慢的走向真正的亲密，或者说至少减少冲突的发生吧。所以如果你和你的父母有过类似的矛盾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然后或许你的故事也可以帮助到曾经跟你一样迷茫的人，就是如何处理跟父母或者孩子之间的矛盾，就是把你的真心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